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养女消失了15年的亲妈找来了，带着养女到处吃喝玩乐，老公索性当起他们的专职司机，到处陪着，还把我的公寓送给她住。半个月后，养女学习成绩断崖式下滑，我不准她再这样玩物丧志，养女却说我管得太多，你只不过养了我15年，有什么资格管教我？老公也说我不近人情，人家母女久别重逢，多在一起聚一聚也是应该的。这个时候跳出来掺和，真是显着你了。他们一致认定我嫉妒亲妈漂亮，故意破坏母女团聚，甚至在我不小心摔下楼的时候，都眼睁睁看着我失血过多死去。不久后，亲妈登堂入室，取代了我的位置，重活一世。看着养女跟着亲妈到处吃喝玩乐，我善解人意地说：“你和妈妈15年没见了，是应该好好聚聚的。这一世，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会再做恶心自己的事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今天要去海边玩，你帮我跟老师请假吧。养女命令似的对我说，这飞扬跋扈的声音好熟悉。我不是摔在地上，身上也没感到剧烈疼痛。看着窗外明亮的阳光，我回过神来，我重生了。转过头，微笑地看着养女，美晴，你跟你亲妈这么多年没见了，是应该多花点时间聚一聚，我会帮你请长假的。前世，养女不爱学习，刚上高中就跟社会青年混在一起，为了不让她走错路，将来后悔，我索性辞职，在家专心照顾她。自从亲妈回来后，她越来越恨我对她的管教，还想让亲妈进门取代我，甚至眼睁睁看着我死去。重活一世，我不会再多管闲事，到头来只会恶心到自己。她不想读书，那就随她好了。得到我的答复，养女高兴地回房间收拾行李去了。不一会，她亲妈江平来接她，看得出来，江平精心打扮了一番，穿着粉嫩的裙子，显得人年轻又温柔。杨哥还没上班呢，看见老公在，江平眼里掩饰不住的高兴。说罢，他主动上前拎起养女的行李箱，吃力的样子简直是柔弱不能自理。这种力气活，我来就好了。老公眼疾手快地抢过箱子，渣男，我嫁给你这么多年，家务活是一点也不干，现在搁置装起来了。爸爸，你真贴心。养女笑嘻嘻地挽着江平走在后面，仿佛我是一个外人，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三口。行李都拿到了门口，养女突然想到，哎呀，现在是早高峰，估计不好打车呀。前世，老公主动提出要送，我好心提醒他早上有个重要的会议，结果杨斌转过头就说我太自私，顺道送个人的事，能耽误什么功夫？别这么斤斤计较。对，你不计较，大方到仅过了一天，就让江平住进了我的小公寓，不收任何费用。我气坏了，让他把人赶出去，他不肯，还教训我说人都住进去了，哪有赶出来的道理？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帮人家一把也算给你积功德了。养女的态度更不用提了，我妈在这无亲无故的，非要她露宿街头，你才高兴是吧？他们好像没搞清楚，那是我的婚前财产。想到这些，这次我主动提出让杨斌送他们。老公，你顺路送他们吧。杨斌和江平都愣住了，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但他们也没客气，马上就开车出发了。我转身回房，编辑好简历，在网上投了几个合适的岗位。我的学识能力就不应该浪费在当保姆上，还是免费的保姆。晚上，
老公和养女一块回来，估计也是老公去接的他们。我没有像以前那样主动上去迎接，而是转身回房洗澡。洗好出来，杨斌开始跟我发泄今天上班的怨气，把我当情绪垃圾桶。看他在我面前喋喋不休，心里忍不住的厌烦。我正想打断他，他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杨斌迟疑了几秒钟，还是按下了接通键。一个颤抖的女声传了出来：“杨哥，我租的房子被偷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你能来陪陪我吗？”杨斌脸上露出明显的担忧，见我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他眼神闪躲，不敢跟我对视。报警了吗？你现在在哪？杨斌边说边进了卫生间。几分钟后，杨斌讲完电话才从卫生间出来。他怎么有你电话？我边问他，边用手机查看投简历的结果。我就是早上顺手留的，不过她一个女人遇到这种事难免会害怕，你说是吧？她收好手机，不自在地挠挠头。那她不报警，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他们有这么熟吗？也没见过几次吧？我才知道，江平第一次见到杨斌就开始打他的主意了，怪不得前几次他来带养女去玩，杨斌在家就笑脸迎人，不再连门都不进。老婆，你别误会，他说他没丢什么贵重物品，就不用报警了。砰！房间门被大力推开，养女火急火燎地冲进来。爸，我妈出事了。看我坐在床上，意识到什么，马上改口。我亲妈出事了。见杨斌不动，只是不停地瞟我的脸色，养女着急了，上前抓住他的手。我妈住的地方进小偷了，她现在多需要人陪呀，你忍心让她担惊受怕地过一晚吗？说完转过头瞪着我，是不是你不让我爸去？你自己也是女人，何苦要为难女人？好一个白眼狼！自从亲妈回来后，不再叫我妈就算了，连称呼都没了。我放下手机，不疾不徐地开口：“你以后说话客气一点，你就算不认我这个妈了，我也还是个长辈，少对我大呼小叫。15年的养育，我不指望他感恩，但以后还敢对我没大没小，我肯定不会惯着。好了好了，老婆，我就陪美晴去看看，免得她一直挂心。”杨斌出来打圆场，没等我说话，养女已经扯着他的手，大步冲出去了。不久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一个故作温柔的女声：“张姐，今晚的事都是我不好，我实在太害怕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杨哥，才给他打了电话。杨斌这会在边上听到，心里乐开花了吧？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呵呵，比帽子叔叔还有安全感呢。行了，你没事我就挂了。我干脆地挂断了电话。我知道江平打这个电话的目的，第一，在老公、养女面前装得他多懂事啊；第二，为了故意恶心我呗，我才不会配合他低劣的表演。第二天一早，我收到了面试通知。前世我真是太傻了，为了白眼狼养女，为了渣男老公，居然辞掉工作。所幸我还没脱离职场太久，面试挺顺利的，很快就可以入职了。为了庆祝我马上重返职场，我一个人去吃了顿好的，吃饱喝足，才慢悠悠地回家。回到家已经傍晚了，手机收到江平的好友申请，真有意思。我不听他打电话炫耀，这是要在我朋友圈炫耀了。面对他的挑衅，我选择好友通过。杨斌下班来，脸色很臭，还没坐下来，就朝着我劈头盖脸的一顿骂。我的营销方案，你为什么没帮我写完？我今天在会议上汇报方案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老板面前多丢脸吗？他说完，从包里掏出一个 U 盘，狠狠地砸在我身上。我把 U 盘踢到一边，毫不客气地说：“你没跟老板解释，你昨晚忙着积功德去了。”
所以没时间做方案。看着我阴阳怪气的模样，杨斌脸色更难看了。他刚想发火，杨女从外面回来了，一见我就没好气地责问：“张阿姨，你今天一大早去哪了？”我起床，桌子上居然没有早餐。张阿姨真把我当保姆，把自己当公主了。你没长手吗？不会叫外卖吗？我也没好气地回对她：“你是家庭主妇，这些家务就应该是你做的。我爸的钱可不养你这种闲人。”杨斌探头看了一眼厨房，美琴说的没错，你今晚为什么没做饭？不止今晚，以后我都不会再做饭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懒得搭理他们，进房间准备明天上班穿的衣服。我的衣柜被翻得乱七八糟，好几套高档成衣不见了。思索了几秒，心里有了答案，往客厅走去。杨斌，我的衣服呢？他心虚的不敢看我，尴尬的咳了2声。江平的被偷了，拿了你几套衣服给他穿，你也要计较。再说那些贵衣服，你一个家庭主妇能有什么机会穿？我真的无语了，专拿贵的送人，哪个小偷跑别人家偷衣服？杨女不乐意了，你这么说什么意思？难道是我妈撒谎被偷吗？我看你就是嫉妒她比你年轻，比你好看。美琴，不跟她一般见识，我们走，去你妈那吃饭去。杨斌站起来往外走去，杨女朝我挑衅地笑了一下，看吧，这个家谁不讨厌你呢？这个家要是没有我早就完了。衣服没了可以买，老公脏了可以踹。我抓起车钥匙，来到车库启动车子，直奔商场。买完衣服回到家，我接到中介的电话：“姐，你那套公寓还租吗？我刚带人去看房，发现里面有人，你老公也在。他说不租了。上一世。”杨斌装大方，担心江平那被偷了，安全性差，自作主张让他搬进我的公寓。我知道后同意给他住，按最低价格收点房租。杨斌一口拒绝，因为收房租让他很没面子，为此跟我大吵一架。当时我已经辞职，公寓又没收到租金，只能辛苦自己接点私活补贴家用。想到这些糟心事，我心生一计，让中介别管了，公寓暂时不租了。这次我要江平搬进去容易，搬出来难。杨斌这个渣男，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是个业务员，多亏我帮他做了几个漂亮的方案，去年才升职到主管。升职后工资确实涨了不少，人也跟着飘了。但工作能力这种东西骗不了人多久的，职位能升上去也能降下来，我会让他付出代价。临近12点，杨斌才回来，容光焕发。看来江平没少给他灌迷魂汤。趁着他去洗澡，我解锁了他的手机，打开微信，置顶的联系人就是江平。他几乎是一有空就给江平发信息。他说我不会打扮，又老又土。江平发了一个偷笑的表情。审美这种东西不是人人都有的，女人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男人才愿意带出去，有面子。他又埋怨我不会管教养女。江平说，毕竟不是亲生的，也不会真正为了美琴好。我就很尊重美琴的选择，从来不强迫她学习。他说没福气，娶不到江平这样的老婆。江平说，杨哥，你又有能力，又会体贴人，谁嫁给你才是有福呢？张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还查看了杨斌的转账记录、网购记录，我把对我离婚有利的一些证据都录屏了。第二天一早，我收拾好就去上班了。好在新公司的业务是我的专长，很快我就能应付自如。午休的时候，我朋友圈刷到江平的动态，漂泊的城市终于有了依靠。配图是一桌子饭菜，摆了3副碗筷，
下面还有杨女的点赞，杨斌的评论，这副知三当三的挑衅模样，实在令人作呕。但杨斌和杨女的冷血无情，即使重来一世，还是让我感到心寒。想到前世，我摔下楼，倒在血泊里，等死的绝望。眼看我快要咽气了，杨斌才装模作样叫救护车，就像嘴里进了苍蝇，咽不下，吐不出，恶心坏了。但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我要努力工作，尽快在新公司站稳脚跟。公寓的事，我没跟杨斌挑明，他也心虚，不敢过问我重新上班的事。而且他还殷勤地说，以后我和美晴在外面吃了晚饭才回去，不麻烦你做了，也是体谅你工作辛苦。以前我辞职在家，不仅包揽全部家务，还接私活补贴家用，整个人都累得憔悴不堪。杨斌和杨女看在眼里，却从不主动帮我，更别说体谅我。现在这么说，摆明心里有鬼。我特意找了一天下班早，提前到公寓那蹲点，果不其然，父女俩跑到这来了。杨女不去学校，不受我管教以后，更加放飞天性，现在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我都快认不出了。江平从楼上下来迎接，贴身的连衣裙勾勒出她曼妙的曲线，头发简单挽在脑后，两鬓垂下几缕碎发，随着微风飘动，仿佛小别胜新婚的新媳妇，满脸娇羞地接过杨斌的公文包。杨斌的手自然地搭在江平的腰侧，默契又自然，搂着上楼吃饭。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呢。我当然要好人做到底，多给他们创造在一起的机会。刚好公司要安排我出差，杨斌和杨女听到我要出差半个月消息，都强压着上翘的嘴角。这下他们可以不用顾及我，放心的在公寓待到深夜了。走之前，我在家里悄悄装了监控，还找好私家侦探，让他好好拍拍杨斌和江平，位置我都给你们腾出来了，不好好利用，就真对不起我的一片苦心了。我心情大好的去出差，干活效率特别高，工作提前完成，我也提前回来。回到小区，正是吃晚饭的时间，我站在家门外，隐约听到里面传来欢声笑语，好不热闹。指纹解锁，推门一看，杨女捧着蛋糕站在客厅中间，开心极了。杨斌和江平一左一右在她两边鼓掌欢呼，旁边还有几个跟杨女年纪相仿的男男女女围着她唱生日快乐歌。我仿佛一个没被邀请的局外人，站在门口，刚才还热闹的气氛突然冷了下来。杨斌对我的出现最先反应过来，你怎么就回来了？不是还有几天才结束吗？江平温柔地对杨斌说，也许张姐故意说错日期，是为了提前回来，给大家一个惊喜呢。其实我压根想不起来，今天是白眼狼杨女的生日，她会有这么好心吗？我看是故意提前回来，想抓什么把柄吧。杨女满不在乎地说。杨斌听出了杨女的意思，但碍于这么多外人在场，只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工作提前完成了，我不能提前回来。我拖着行李箱进门，再说这是我家，我回家还要向你们先报备。我低头准备换鞋，怎么都找不到我的拖鞋，抬头一看，正穿在江平脚上。旁边的人在窃窃私语，这大妈谁呀？拉个行李箱就闯进来了，没见人家过生日吗？没眼力劲，真是物以类聚。杨女交的朋友也都这么没家教。没事没事，我去多拿一副碗筷，张姐过来一块吃饭吧。江平一副女主人的派头，我才走了几天，真把这当自己家了。不必了，索性鞋也不换了，我直接拖着箱子走进来。张静秋，这满屋子的客人，
你摆个死人脸给谁看？”杨斌见我不领情，驳了江平的面子：“杨斌，这是我家，我在家里怎么样都是我的自由，谁看不惯谁就走好了。”我也丝毫不给他面子。江平瞬间眼眶红了：“杨哥，你们别为了我吵架，是我不该来的，我这就走。”说完拿起包就往门口走去。“妈，你别走，该走的另有其人。”杨女上前拉住他的胳膊。我知道杨女说的另有其人是指我，就算上一世见识过了杨女的狼心狗肺，这一世仍然还是会觉得难过。15年的养育比不上跟亲妈这么短时间的相处。张阿姨，你一直这么针对我妈，无非就是害怕我妈把我从你身边抢走，对吧？杨美晴生气地对我说：“今天我就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我杨美晴以后只有一个妈，就是江平。”江平听到后感动地哭起来，真是妈的乖女儿。母女俩抱着哭成一团。我是弄哭他们的千古罪人，好好的生日聚会被你搞得乌烟瘴气，真是扫兴。最应该离开的就是你。杨斌也开口教训我：“美晴，别哭了。”杨女的朋友围着江平母女安慰。杨斌在一旁对我怒目相对：“明明这里是我家，为什么我要走？”杨女恨我，连老公也跟他们联合起来赶我走。我只觉得心寒心痛，我不想再待下去，不然我肯定会难过的哭出来。我拖着行李箱离开了。出门后，我平复好情绪，向公司申请了宿舍，放好行李。我联系了私家侦探，他把这段时间拍到的照片给了我，主角都是杨斌和江平，拍的地点很多，在咖啡厅拉着手，互相深情对视，公园里依偎着并肩散步，江边的石凳上忘情拥吻，仿佛一对热恋中的情侣，那么亲密，那么自然。即使早就对杨斌死了心，看到这些照片，我还是会难过。毕竟是被自己的老公无情背叛，这么多年的付出一文不值。怪不得的人家说，男人到中年最开心的事升官发财死老婆。第二天我请了假，打算回家一趟。昨天因为太生气，忘记把我的贵重物品、重要证件一块带出来。我算好杨斌和杨女不在的时间，赶回去收拾。谁料到，就在我拿完东西要离开的时候，遇上杨斌和杨女回来了。你昨晚没回来，现在又要去哪？杨斌看我提着行李袋，不满地说：“从今天起，我搬出去住。”杨斌震惊地挑着眉：“我最近有个很重要方案，你不在谁写？你出差不在家，已经拖了好几天了。这就是我当初瞎了眼选的好老公，不关心我为什么搬出去，只在乎自己的利益。你好歹也上了这么多年班，连个方案都写不好吗？我真是看不起他。”杨女犹犹豫豫地走到我面前：“张阿姨，对不起，昨天我不该用那种语气跟你说话。”看着她那虚伪的脸，我只觉得陌生。见我没吭声，杨女继续说：“老师说我期末成绩在垫底的话，下个学期就不要我了。你能不能帮我去说说？当初杨女初升高，考得一塌糊涂，去不了好学校，我托人让她进了现在的私立高中，学费贵不说，还要求成绩。杨女不喜欢学习，但是好面子，爱慕虚荣。要是从现在的私立高中出来，就等于把她身份降了一等，在她的朋友面前肯定抬不起头。我早就跟你说过，想要待在这个学校，成绩最起码不能垫底，这么低德的要求她都做不到。现在求我有什么用？你自己好好努力吧，也许还有一丝机会。说完，我拿着行李袋头也不回地走了。杨斌在后面怒吼：“张静秋，你走，有本事就不要回来，
开车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牵着一个小男孩的手，好像江平，但是天黑，加上光线暗，我没看清楚人脸。很快我就开车走了，就算真的是他，那也不关我的事。但是他提醒了我一件事，随后我打电话给公寓的物业，让他们把我公寓的密码换了，任何人来问都不能告诉，包括我老公。我搬进宿舍后，身心全部投入到工作中，几乎每天加班，宿舍公司2点一线的跑，我的辛苦也很快得到了回报。我负责的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为公司带来不小的收益。正好有一个组长的职位空缺，领导赏识我的能力，我升职了。期间，杨斌和杨女给我打了好多电话，我全都不接，他们就不停给我发微信。开始杨斌跟我诉苦，他做的方案被否了几次了，再拿不出让老板满意的方案，他的工作就要黄了。见我还是不回复，就变成恼羞成怒的咒骂，还威胁我要跟我离婚，说我拿走的贵重物品有他一半，让我赶紧还回去，不然就起诉我。我真是求之不得。他做了这么多年的业务员，每次发工资都说不够用，家里的开支1分钱都没给过，房子的首付我跟他各一半，但是房贷一直都是我在还。他哪来的脸说我买的黄金首饰有他一半？杨女也是各种为亲妈出头，骂我是个狠毒的女人，私自把公寓密码换了，导致亲妈没地方去，身份证拿不到，连酒店都住不了，那就只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了。果然，没过多久，江平就按捺不住了。杨斌不知道我哪上班，更不知道我住哪里，我又不接电话，不回微信。江平忍不了，给我发了微信，是一张照片，他拿着一杯红酒，脸色微醺，穿着我的睡裙，背景正是我家。我真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从穿我的衣服开始，我的拖鞋，我的老公，到现在我的家，他就那么喜欢抢别人用过的东西，也不嫌膈应。他发了一个捂嘴笑的表情，还说感谢我为他腾出位置，让我大方到底，干脆点离婚。反正杨斌的心早就不在我这了。张姐，你输给我一点都不冤，论身材和外貌，你有哪一点比得过我？捡到杨斌那个渣男就是赢了吗？江平确实有几分姿色，但她的美貌估计是用脑子换的。我跟杨斌还没正式离婚，他就忍不住告诉我，他住进了我家，还引以为傲，向我炫耀。喜欢炫耀是吧？我就给你多找些观众。隔天一早，我就联系了婆婆和我爸妈，说杨斌升职了，让他们悄悄过来，给杨斌一个惊喜。我离得近先到，但大门的密码已经换了，进不去。3个老人到了，看我站在门外，我妈问我怎么回事。杨斌有人了，我指了指门里面。我妈立即摆出泼妇骂街的架势，在门口说尽了难听的话，惹得邻居探头出来看热闹。婆婆觉得丢脸，立即打杨斌电话，叫他开门。杨斌睡眼惺忪地打开门，他和江平还没起床。爸妈，你们怎么来了？杨斌神色慌张。我妈一进去，看见穿着睡裙的江平，气不打一处来，冲上去薅住他的头发。你这个不要脸的臭女人！我跟我爸赶紧上前拦住，劝他别冲动，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只打小三有什么用？杨斌这种男人才是最烂的。杨斌，妈不相信你会做出这种事，中间是不是有误会？你快说清楚啊！婆婆现在还替杨斌说话，也是，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就算真的出轨，她也觉得情有可原，还有什么好说的？事实都摆在眼前了。我妈看不惯婆婆的偏袒，
杨斌，你说到底怎么回事？我爸一脸严肃地看着他，她是美晴的亲妈，她没地方住，美晴和我让她暂时住在这里。杨斌指着江平，心虚地说着。在场的3个老人听了，都震惊地愣住了。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丢下女儿15年不管，现在居然有脸找上门。我妈气得声音都抖了，指着江平大骂：杨斌，你也是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为了这种女人抛弃自己的老婆亲家母，你嘴巴放干净点，谁猪狗不如了？婆婆叉着腰挡在杨斌面前，公公去世的早，婆婆不讲道理又护短，要不是当初静秋生不出孩子，杨斌会领养美晴吗？不领养美晴，现在哪有这些事？婆婆仿佛抓住了我什么把柄，把杨斌出轨说得理直气壮。婆婆本来以前看在杨斌苦苦哀求的份上，有件事我一直不说，是看他可怜。杨斌好像预料到我要说的，急忙想打断我：你闭嘴，当初不能生孩子的不是我，是你的好儿子杨斌。当初婆婆以为我不能生，各种给我脸色，还撺掇杨斌跟我离婚。杨斌在中间不停劝他，他才消停点。他总是在我面前说他儿子多大度，没有休我这个不会下蛋的鸡，给杨斌这种烂人背了这么多年锅，只恨我没早点说出来。杨斌见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揭他的短，羞愤交加。张静秋，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我要跟你马上离婚。他以为我之前一直不接电话，是怕跟他离婚。好啊，离婚。见我答得这么干脆，他眼神闪过一丝惊慌，但话已经说出来，他只能顺着说下去。对，离婚，我和你爸都支持你。妈在一旁给我打气。江平听到我松口说离婚，高兴地望了我一眼。这时养女不知道在哪里玩了一晚上，现在才回家。你回来的正好，我们先协议解除收养关系。通宵玩了一晚的杨美晴看着满屋子的人，对我说的话没反应过来。房子车子我们一人一半。杨斌不要脸地提出要求，房贷1分钱都没出过的人，怎么好意思分一半的？杨斌，你搞清楚，你是婚内出轨过错方。我还没说完，杨斌妈就打断我：什么出轨？你哪只眼睛看到了？都说了，只是暂时收留他在这住，你别想拿这个污蔑我儿子，多分财产。对呀，什么出轨？你有证据吗？杨斌也不要脸地附和着。我一句话不说，只是把包里的照片摆出来，家里的监控放出来，还有之前录屏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都给他们微信发了一份。本来这些难堪的证据我不打算拿出来的，你们上赶着要看，就让你们求锤的锤。我还补充道，房子车子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分割，杨斌给江平转的钱，我要保留追回的权利。听到我要追回钱，江平委屈极了。杨哥，我妈放在公寓里的东西，你什么时候还回来？杨美晴总算搞明白现在的状况了。他的东西我才不稀罕，随时可以去拿。不过先把这段时间的房租补上，想白住我的公寓，哪有这么好的事？江平不甘心也没办法，只能给我转了房租。关于财产分配，杨斌不同意我的要求，不停跟我扯皮，我只好走法律程序进行诉讼。哪知道在我们打官司期间，杨斌那边出事了。江平当年丢下杨美晴，不久后又跟了一个男人，还生了一个儿子。直到那个男人干坏事进去了，他好吃懒做，没有收入，带着儿子来这里找养女碰碰运气。养女特别吃他那套，很快就跟他亲密无间。原来那天晚上我看到的身影真是他。他听说杨斌不能生，自作主张
把儿子从寄养的地方带过来，说是给杨斌当儿子。杨斌一把年纪了，还能喜当爹，只是这爹没当几天，那孩子的亲爹也是江平德的老相好出来了，多方打听，找上江平，看见江平、杨斌还有他儿子亲密的在一起，气得把杨斌揍进了医院，说杨斌勾引他老婆就算了，还抢他儿子，这种光脚不怕穿鞋的流氓，混得很。被关进去前还放出狠话，杨斌还敢跟江平搅和在一起，他出来一定不放过杨斌。杨斌害怕了，到底是命重要，他想离开这对母子，但请神容易送神难。江平狮子大开口要10万补偿费，否则上他公司去闹。杨斌妈舔着老脸，不停地求我撤销离婚诉讼，回去跟杨斌好好过日子。静秋都怪那个狐狸精，杨斌就是太善良太心软，才着了他的道。看在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上，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瞧瞧，把自己儿子说得干干净净，出轨没有一点责任。杨斌被揍得下不了床，江平见无利可图，肯定不会去医院照顾他，所以这个时候杨斌妈想起我来了，还想着让我回去当免费保姆，真当他儿子是个宝，都抢着要啊。阿姨，这是我最后一次接你的电话，我跟杨斌是不可能的，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还有，以后不要再打电话骚扰我，我拒绝的没有一点余地。希望他能听懂我的意思，不要再来烦我。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杨女的班主任给我打来电话，她告诉我，杨女跟着一群社会青年去其他学校找人家学生麻烦，被家长遇见，报了警，学校让家长出面处理。还有，不管这个事情后续如何，学校都不会再要杨女，影响实在太坏。我本着对杨女的最后一点情谊，答应出面处理。为了不让她留有案底，我主动找到学生家长道歉，积极协商赔偿，好不容易才让人家满意，愿意和解。哪知道杨女仍然满不在乎，大言不惭地说，这些事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又没叫你来帮我，别以为这样做我就会感激你，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毕竟养了你15年，就算是宠物也会有感情，以后你好自为之吧。说完，我头也回地离开了。回去的路上，我感慨良多。杨女刚来我家的时候是那么可爱，怎么就变成了今天这个鬼样子？不是我教育的不够好，还是她身上的基因太强大。夏天快过去的时候，我的离婚官司也结束了，结果如我预计的那样，我得到了我应得的。杨斌急需要钱，我选择要房子，最后我补偿了他一部分钱，车子一人一辆。杨女跟我已经完全解除了收养关系，原来的私立高中不收她后，她更加不想读书，高中毕业证也不想要了。有一次公司聚餐，我在街上看到她，打扮得成熟性感，叼着烟，跟一群流里流气的男男女女混在一起。至于江平，他没等到杨斌的10万，等来了他老相好的父母，从外地过来找他要孙子，他又狮子大开口要20万，才愿意把孩子给他们。孩子的爷爷奶奶没那么好说话，直接当街撒泼，围着江平不让走，跟吃瓜群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诉，说江平蛇蝎心肠，把宝贝孙子藏起来不让他们见，还用孙子来威胁他们要20万。看热闹的吃瓜群众用手机拍下视频传到网上，视频爆了，江平这下出名了，都是对他的声讨，他1分钟也没唠叨，灰溜溜的走了。这场闹剧我以为就这样落下帷幕，我更加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工作中。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总算明白了，女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为了别人放弃自己的工作，这不仅能养活自己，也是我永远的底气和退路。很快我又升职了，成了部门经理。这天，我代表公司做甲方和手底下几个员工到杨斌的公司开会。结婚这么多年，我从没去过杨斌公司，他也从不叫我见他的同事，参加他们公司的家属活动，因此他公司没有人认得我。在楼下等电梯的时候，我听见有人议论：“哎，你听说了吗？业务部那个杨斌前不久被降为普通业务员了。”是啊，我在公司这么久，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人家升职都是一路往上，只有他升了还能降下来，活该。他能力本来就不怎么样，刚升职那会多得意，见到我们两只眼睛都是朝上看的。听说他对老婆不忠，在外面搞外遇。有句老话怎么说的？亏妻者百财不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跟我对接的正好是杨斌所在的部门。谈完合作后，我们一行人从会议室出来，路过一个大办公室，我感觉被一道阴冷的目光注视着。我抬头望过去，是杨斌，他充满怨恨的眼神看了好我一会，才从我身上移开。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他的眼神让我非常不舒服。第二天我去上班，就看到杨美晴在我公司楼下，她看到我来了，立马跑过来堵我：“张阿姨，你现在过得挺好啊，听我爸说你都成经理了。”她一边打量我，一边露出奇怪的笑。从昨天遇到杨斌之后，我的眼皮就一直跳，我以为他会来，没想到来的是杨美晴。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绕开他，往前走。你把我爸害成这样，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啊。他追上来，我感觉他不对劲，裤子口袋鼓鼓的，不知道装着什么东西，还用手刻意地捂着。我耐着性子问他：“你想怎么样？”然后改变方向，往大厦的保安亭走去。先给我们20万，我没那么多钱。我加快了脚步，我不信。他试图上来抢我的包，我边回头推开他的手，边大叫保安。见我反抗，他脸色变得很厉起来：“张静秋，你个臭婊子，都是你害得我们这么惨，我要毁了你！”他边说边从裤兜里掏出一瓶液体，拧开瓶盖，打算朝我泼过来。我下意识地低头，用手护着脸，听见玻璃瓶摔碎的声音，然后传来一阵哀嚎。我慢慢抬起头，只见杨美晴抓着自己的手，不停地惨叫。原来是巡逻的保安救了我。他巡逻回来，看见我跟杨美晴在拉扯，就往我们这边过来，正好赶上杨美晴用硫酸泼我的瞬间。他眼疾手快地用警棍打掉了杨美晴手上的硫酸，但还是有少许溅到杨美晴手上，他也算是自作自受。几天以后，帽子叔叔告诉我，他们查出杨美晴泼我硫酸是杨斌指使的。他以为杨美晴未满18岁，做坏事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事到如今，我已经不想再追究泼硫酸的事，不是我心软，而是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们，更不想跟他们扯上任何关系，就这样算了吧。后来，杨美晴被送去少管所，杨斌被提起诉讼，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老公死了，葬礼举行到一半，我得知老公把遗产都留给小三，狗东西！我当即打电话叫人把前夫的尸体拉去火化，脱下身上别着白花的黑色大衣扔进垃圾桶里。我老公，不是前夫，
前夫刚签完离婚协议书，就急着带小三去庆祝，结果意外出车祸了，留下我和女儿，还有千万遗产。我强忍悲痛为他举行葬礼。葬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的闺蜜谭淼淼突然打来电话，说小三拿着我老公的遗嘱和离婚协议书去他银行申请把我老公的财产转移。特么这个死渣男，协议书上的字迹还没干呢，就干出这种事来。我狠狠地咬着牙，脸上的泪痕还未干，迎面的风吹得脸皮嗖嗖凉，心更凉。我狠狠地盯着棺材，里面是我从校服到婚纱的爱人。我陪着他从一无所有打拼到现在小有成就，相爱相识那么多年，他绿我忍了，可到死都不留一条毛给我，我不能忍。婆婆见我脸色不对，立马过来骂我：裴曼，你个克夫的扫把星，我儿子早死都是因为你，还不赶紧给我把葬礼办得妥妥当当。我这婆婆向来是个事儿精，平时鸡蛋里挑骨头故事为难我。以前为了不让林明达难做，我一直忍着他，但现在我冷着脸盯着他，你管得着吗？我还没有接电话的权利了。婆婆目瞪口呆，惊讶平时软弱好欺负的我怎么突然说话这么呛人。好你个裴曼，谁给你的胆子敢跟我这样说话的？早就知道你和你那个妈一样没教养，你最好喊大声一些，正好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克夫。你年纪轻轻死了老公，现在老了，白头人送黑发人，我看都是你自己造的孽。婆婆被我气急，指着我你了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完整。我冷笑一声，走进屋子里，大家低着头听司仪说着最后的悼念词。林明达的冰棺停放在台子正中央，后面摆着几个大大的花圈，花圈中间是林明达似笑非笑的遗像。再次看到这张面孔，我全无悲痛，光是听到那个小三的名字，我就能想象到林明达和那个女人在每一个谎称出差加班的夜晚行苟且之事。停，别念了！我出声打断司仪的慷慨陈词。身边的亲朋好友诧异地看着我，小姑子在一旁怒视，婆婆在我身后气得直拍大腿。裴曼，你想干什么？你是想让我儿子死不掩蔽吗？我狠狠瞪了他一眼，随后低头读谭淼淼人我发来的消息。我老公的小三居然是我小姑子的好闺蜜。我气得大步走向林明达的冰棺，化妆师将林明达残破的身躯修补得很完美，看起来就像他只是睡着了一样。林明达，你死得好啊！小姑子惊讶的嘴巴微张，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辱骂他死去的哥哥。裴曼，你在发什么疯？我冷笑着走上台，抢过司仪的话筒。各位亲朋好友，今天的葬礼正式结束。不理会在场所有人的惊愕，我径直往门口走去。小姑子拉住我的胳膊，准备像平常一样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你别走，你把话说清楚。对，说清楚。你凭什么把我儿子的葬礼都给搅黄了？我不想同他们多攀扯。对准我那小姑子林明慧，甩手便给了她一巴掌。啪！一声响亮的巴掌声吸引了礼堂所有人的目光，力度大的我放下手时还震得隐隐发麻。母女俩被我镇住，小姑子林明慧诧异地捂着自己的脸。明慧，一直以来我待你不薄，你上大学那会我和你哥刚毕业，你的学费生活费还是我赚钱供的，结果呢，你竟然把你闺蜜介绍给你哥当小三。林明慧，我自问待你不薄，可你竟然这样对我。你和你哥借的钱，你还没还吧？我冷着脸质问小姑子，这家人简直不识好歹。哼，你以为你哥死了，
那50万块钱就没有人知道了吗？那是我的婚内财产。你……小姑子眼神躲闪，明显是心虚。亲朋好友围过来想劝和。裴曼，这明达死了，你们一家人可不要再出什么乱子。是啊，有什么话说不开，非要打人。我表哥要是还在，能看着你欺负他的妈妈和妹妹吗？好，很好。以前他和林明达创业的时候，这些亲戚避之不及。现在好了，都跳出来当和事佬。既然这样，我也不想藏着林明达的那些丑事儿。我冷冷地说：好，既然你们这么好奇，听好了，林明达婚内出轨，现在他还立了遗嘱，要把所有财产留给那个小三。你们还想着他死后能分到点东西，傻了吧？啊，刚才还一堆说辞的亲戚们瞬间哑声。我扭过头看着婆婆和小姑子，残忍地说道：你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呵呵，这意思是不光是我，连你们，她最孝敬的妈妈和最偏爱的妹妹，也一分钱都拿不到。两人愣在原地，呆若木鸡。我脱下身上别着白花的黑色大衣，扔进垃圾桶里。走之前还给婆婆留了一份大礼。走出门，我又退后几步，回到婆婆身旁，故意问道：妈，您之前不是说想把你儿子带回老家土葬，所以尸体不能火化来着？婆婆的脸顿时难看极了。等她反应过来，我已经开着车离开。殡仪馆的效率很高，下午就安排了火化，晚上我就把他骨灰扬了。灰白色带着残渣的粉末在风中飘散，我拍拍手上的灰，转头把林明达的墓园也转卖了。那是个风水宝地，转手还多卖了2万块。我正在家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婆婆带着小姑子和一大家子亲戚上门，说是要我交出林明达所有的存折和存款。我刚打算报警，门外传来激烈的敲门声。一开门，我看到一个瓜子脸、单眼皮、嘴角还有磕痣的女人。她身形单薄，刚刚步入早秋，就急哄哄地把皮草穿在身上，看起来有些滑稽。只一眼，我就确定了，这是林明达的小三于平，我小姑子的大学同学。当时小姑子把她带回来，还说于平家里多穷，身世有多可怜。看在小姑子份上，我资助她到大学毕业，出来工作，又把她安排在我家公司上班，所以她就是这样回报我的。只是她身后一个怯生生的小男孩扒着女人的腿，露出一双黑漉漉的眼睛，好奇地看着我。婆婆看我开了门，却半天都不出声，走了过来。谁呀？于平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把身后的孩子推了出来。楠楠，你不记得奶奶了？原来他们连孩子都这么大了，并且看样子，我这婆婆还知道他们母子的存在。呵，我真是白长了2只眼睛，被林明达瞒了这么久。小孩子粉嘟嘟的嘴巴翕动，奶奶，这可把我婆婆给高兴坏了，把我推开跑过去，抱着孙子不撒手。婆婆不待见我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的欣欣是个女孩，还有先天性心脏病。以前她一直明里暗里跟我说再生个男孩，都被我拒绝了，难怪后面不催了，原来已经有了呢。幸好我已经提前将欣欣送到她姥姥那里，要不然小丫头看到冷漠的奶奶对着别的孩子笑出一朵花的样子，一定会偷偷伤心。婆婆把孩子抱到客厅，和一堆亲戚开心地逗弄孩子。于平挑衅地看了我一眼，也想进去。婆婆前脚刚进客厅，便像往常一样使唤我，让我好好招待小三母子俩。回想着多年来的忍辱退让，我真是痛骂自己蠢笨如猪，真心错付。
我抄起鞋架旁摆着的花瓶，狠狠一摔，玻璃碴碎了一地。这里不欢迎你。于平不以为意，朝门内的婆婆打招呼：“妈，楠楠该吃药了。”婆婆瞥了我一眼，热情地把于平拉进门。孩子的到来好像让所有人都忘了于平小三的身份，仿佛我才是那个多余的人。他们人多，我暂时压抑脾气，开着门进卧室，继续收拾着东西。客厅里，他们一会说孩子真像林明达，一会儿说孩子应该认祖归宗，一会儿又开始缅怀林明达。我听得想作呕。就在东西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于平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妈，这房子旁边的幼儿园特别好，楠楠也到了入学的年纪。我听达哥说，这个房子也写了他的名字。您看，孩子上学的事儿。”婆婆正在兴头上，可也听出来于平想打房子的主意。于平开始画大饼。我知道这房子也写着嫂子的名字，大不了就把达哥的遗产分一部分给他，到时候我把您接过来，我们一起照顾楠楠，你也能享受天伦之乐，不是？几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亲戚也起哄：“哎，别说，您到时候守着小孙子，那日子过得才叫惬意。”对呀，我看这于平人也不错，虽然明达把遗产都留给了他，但人家也想着您呢，是不是？小姑子倒是脑子还算清醒。妈，到时候姓于的房子到手了，难道一辈子就守着楠楠不嫁人了？到时候有了丈夫，想把您赶出来都是捎带手的事儿。再说了，她能做我哥的小三，也能做别人的小三。小姑子的丈夫也是个不老实的，在公司里勾搭实习生的事儿不是一次两次了，所以对这种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抱有很大的敌意。而且她能让我哥瞒着嫂子立下那样的遗嘱，可见她不是什么生瓜蛋子好拿捏的。妈，妹妹，请你们相信我，我和达哥是两情相悦，我这辈子都不会背叛他。于平的话里带着哭腔，言语里像是下定决心，打算一辈子为林明达守活寡。财产的事儿你们也看见了，嫂子那么强势，大哥把财产全都留给我，也是为了你们着想。而且我也不是为了自己要这个房子，我都是为了楠楠。既然如此，那你现在就和我们签一个财产转移的合同，把我哥的财产分给我一半，我就信你。于平你的说不出话，这一大家子心里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只不过他们好像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个房子虽然写着我和林明达的名字，但实际上掏钱买房的是我爸，所以这间房子可不是什么夫妻共同财产。我出门联系爸爸介绍的搬家公司，几个大小伙子利索地将我的东西都搬进货车。婆婆和于平等人看我搬得起劲儿，还以为我是要把房子让出去了，甚至打算帮我搬，可我又折返了回来，身后还跟着小区保安和那几个小伙子。小姑子看我面色不善，站在一边结巴地问我想干什么。应该是我来问你们，你们想干什么吧？我嗤笑又骤然严肃起来。这个房子和林明达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劝你们赶快离开，否则你们这是擅闯别人家，赶紧走啊，不然报警了你们就麻烦了。小区保安与我相熟，此时帮我说话，几个面熟叫不上名字的亲戚有些泄气，抬起腿想走，却被于平拦下来。于平抱着孩子，全然没有刚才的隐忍可怜，做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悍妇模样。我看你们谁敢，我的孩子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让你们都去坐牢。他这一带头，一群大人把小孩子当做了盾牌，对，孩子要是有事儿，我们这一大家子就跟你们拼了。于平怀中的小男孩被吓哭，
场面一对有些混乱。我不慌不忙地拿出打火机，径直走到阳台的窗帘边上，火苗慢慢燃起，火舌舔食着白墙，熏出黑印，红色火焰攀着窗帘，愈烧愈烈。我拿起窗帘的束带，烧着扔到那几个人中间。啊，你干什么？你这个疯子！哎呀，裴曼，你有话好好说呀。裴曼，这房子你不要了呀？怎么能给他烧了？婆婆指着我的鼻子，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我冷笑着慢慢走近。如果我对外说房子是你们上门争家产烧的，你猜会怎么样？呵呵，要不今天一个也别走了，大家都给林明达陪葬好不好？我猛地拽住于平的胳膊，睁着脸冷声道：特别是你，林明达不是最喜欢你了吗？你去陪他吧。火势越来越大，到底是一群没种的家伙，他们落荒而逃。临走时，那个叫做楠楠的小孩睁着圆溜溜、纯净的如同泉水的眼睛看着我，真叫人想不通。这样有灵性的孩子一点也不像林明达。然后我报警了，就说这些人上门来抢我房子，然后放火烧了，还声称他们统一口径，说是我自己烧的。于是这些今天出现在我家里的人，统统都被警察带回局里审问了一番。果然，他们全都指认是我烧的，但因为有我的先言声明，警察怎么可能相信他们？于是据都被留在警察局里审讯了72小时，在这边认定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烧的，才放他们走。我和林明达，我们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毕业后，我放弃了爸爸给我找的高薪工作，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和林明达一起创业。最难的时候是第2年的春节，外面欠着债，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大过年的，我们不敢回家，在街头分食一个烤红薯。那时林明达装作自己不喜欢，看着我吃得香甜，馋得肚子咕咕叫。从小到大都没过过苦日子的我，陪着林明达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赔个底掉。那时候前路迷茫，我们犹如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坠入深渊。我真的想过要离开，可当林明达拿着一个没有钻石的戒指跪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还是答应了。后来爸爸知道我心意已决，就拿出300万投资我们的公司。就这样，林明达发了家。原本我们的生活一直安详幸福，直到我辞去公司职务，在家安心养胎，生下欣欣。欣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从小体弱多病。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女儿能好起来，于是和林明达商量着不再生孩子。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常常吵架。林明达慢慢的开始变了，他总是有应酬，答应女儿一家人周末游玩，也临时变卦。我临时有事儿，托他照看欣欣，可欣欣心脏病犯了，他都没有发觉。他经常出差，有时候人已经到了地方才告知我。可就在3年前，好像突然变回了以前那个会呵护我、照顾我的林明达。他开始顾家，虽然还是很忙，女儿却很高兴，因为她终于能和爸爸一起出去玩。所有人都很羡慕我们的和睦幸福。现在回想，大概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和于平好上了，所以觉得愧对这个家庭吧。不过他会把自己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于平，是我没想到的。不过没关系，我是不会让这对奸夫淫妇得逞的。站在公司门口，我抬头往上看，高耸的写字楼几乎直插云间，深蓝色窗格紧密连接在一起，映出外面天空的蓝天白云。前台正在补妆的小丽看到我进来，慌忙收起东西跑过来：“老板娘，您怎么来了？”我瞥了眼她桌子上的一堆化妆品，
小丽，收拾东西找财务核算工资吧。小丽傻了眼，正好人事总监，也就是小姑子的丈夫袁刚走了过来。嫂子，你怎么来了？当初我在公司的时候，黎明达就提过让袁刚来公司帮忙。那时候袁刚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说话做事总透着不屑和傲慢，偏偏又没什么能力，连一个简单的 Excel 表格都做不出来。当时我就拒绝了，公司规模不大，都是一个人顶2个人的用，要是招进来这样一个好高骛远的员工，还得给他开工资，下面的人怎么看？黎明达最后还是妥协了。可后面我回家养胎后，黎明达就立刻把自己的妹夫招进公司。从那时开始，公司里招的实习生就是一水儿的长腿细腰美女，这个小丽就是其中一个。见我盯着她身后不说话，袁刚也看到小丽桌子上的化妆品。小丽，这工作时间怎么能摆弄这些东西呢？还不快收起来！袁刚打着哈哈，想把这件事糊弄过去。我嗤笑开口：袁刚，你也别着急，既然你这么想护着他，就跟他一起另谋高就吧。袁刚还带着笑容的脸呆滞。嫂子，您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被辞退了。说完，我径直往公司里走去。袁刚反应过来，朝着我大喊：你凭什么？就凭我，现在是公司最大的股东。我撩了下头发，回头冷酷地重复：收拾你的东西，给我滚蛋！别以为这些年你耍的什么把戏没人知道。公司里的人听到声音走出来，我正好借机宣布：从今天开始，这里我说了算。人群中一道温和的眼神看过来，是陆松，我当初一手从实习生带出来的公司项目总监。虽然知道这2年公司里状况不大好，可看到财务报告的时候，我还是有些惊讶。公司现在已经快成了一个空壳，你要是再不回来，就要破产了。陆松微微叹气，公司的情况十分严峻，但他一个人的力量显然不足以挽救，下面的员工都早有怨言，公司再没有起色，恐怕……我皱着眉看手上的资料，这些年林明达是一头扎进温柔乡，全然不管公司的艰难。一想到自己倾注了5年心血创立起来的公司已经微弱累卵，我心痛的想把林明达的骨灰扫起来，重新再养一次。就在此时，外面突然传来嘈杂的声音，似乎是于平。于平把楠楠放在前台桌上，大骂我不要脸。裴曼，你有种出来和我对峙！大哥把遗产都留给了我，我是给你留着脸面，才不想跟你打官司。你可不要给脸不要脸！袁刚还没离开，听到有人骂我，激动地上前一起控诉。对，裴曼，你卸磨杀驴，老子为公司兢兢业业5年。你一句话就要把我辞退，你得给我一个说法。倒是那个小丽自知是怎么进的公司，也知道自己平时过得悠哉，还能多得1个月的工资，收拾完东西就离开了。员工围在旁边，我推开人群走了出去。我本就是高挑身材，长得也不差，今天还穿着一身红色西装，干练又霸气。我微卷的长发披在身后，嘴唇上涂着气场全开的正红色口红。于平还是一身不合季节的皮草牛仔裤，有些黑的脸蛋涂着不合适的桃红色口红。和于平一对比，大家或许会恍惚一下，谁才是那个小三？于平，你这长相，我可不想要你的脸。黎明达有资格把遗产留给你吗？那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公司启动资金都是我的，当初建立公司时就有过公证。日后如果黎明达对不起我，公司是归我的。这件事打官司，
你确定你能打赢？”于平太过激动，脸颊发抖。打官司就打官司，但是这个公司也是我陪着达哥一手做起来的，我还给他生了孩子，公司就应该有我母子俩的一半。我不由冷笑着望向他，真可怜，给林明达骗着生了个儿子，还不知道林明达什么都不是。大家一下明白了于平的身份，看向他的眼神有些厌恶和不善。知三当三，不管有什么原因，都是令人鄙夷的。我忍不住笑出来，就他还陪着林明达把公司一手做起来。于平，你脑沟是有多浅才能说出这种话？你陪着他在哪儿？宾馆的床上吗？众人唏嘘，真不要脸，做了小三还好意思带着孩子过来闹，这要是我老婆腿儿都给我打折了。也不知道林总是怎么看上他的。于平脸面有些过不去，伸手拽了一下旁边的袁刚。我耐心耗尽，举起手机上已经拨通的报警电话，警告他们快点离开。平时我都好声好气，袁刚进公司时间晚，并没有见过我雷厉风行的一面。袁刚咽了咽口水，还是站了出来：“嫂子，那是他的事儿，和我没有关系啊。我在公司干了这么长时间，你让我回去跟明慧怎么交代啊？”我轻轻哼笑，从手机中翻出几张照片，上面的内容是袁刚在茶水室楼梯间的时候，手不自觉放在别人身上的照片，还有一份实习生对他的控诉书，这些都是陆松交给我的。袁刚伸出手指着照片，不敢置信地哆嗦着手指：“你怎么会有？别管我为什么会有，一会儿你跟警察说吧。”于平见我来真的，抱着孩子离开，临走时还深深剜了我一眼。袁刚被警察带走，我手里的照片和控诉书是他性骚扰的重要罪证。于平果然是没有放弃，他不知从哪来的钱，找到了本市最好的律师，除了公司的股权，还想和我争夺总经理的位置。当初公司持股协议上写着，我占了35%的股份，林明达45%，剩下的20%在一些小股东手里。但我们有公证书，所以我不怕。但没过几天，我就收到几通电话，几位股东都被于平登门拜访，拉着孩子先礼后兵，送上礼品游说不成，在几人家里面一哭二闹三上吊，弄得别人家里乌烟瘴气，鸡飞狗跳。有2位股东的夫人与我相熟，听说了于平是小三，义愤填膺地表示会支持我继续做公司的总经理。这时候我这边的股份支持已经达到46%，于平胜算很小。在我拨通那通电话之后，就更加没有迎面。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沙哑，好像是感冒了。“喂，曼曼。”沈温茂是我的青梅竹马，在我和林明达结婚后就离开了这座城市。从那之后我们很少联系，只是偶尔朋友圈里点个赞。久违的听到他的声音，我有些抑制不住的哽咽。阿茂那边咳了2声，有些着急的询问：“怎么了，曼曼？告诉我，我一定会帮你的。”我有些后悔，如果当初我没有躲开沈温茂在寒风中伸出的手，一切是不是都会不一样？得知我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他说很抱歉，说都怪他最近没有关注我的情况。他好傻，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谁都怪不了。沈温茂就出现在我面前，拿着股权转让书，他的脸有些红，看向我的时候眉眼温柔。慢慢别怕，我来了。他还是我记忆里的模样，浓眉大眼，鼻梁高挺。我是1.72米的身高，在女生里个子不算低，但站在他旁边才刚刚和他的下巴齐平。虽然沈温茂连夜赶高铁有些憔悴，
却更显得忧郁，气质迷人。一出场，公司的女员工就被吸引了目光。沈温茂帮我介绍了他的一位姓文的律师朋友，我们一起共进晚餐，聊一聊案子的细节。文律师说，之前有类似的案例，老公把遗产留给小三的这种情况，小三都是不可能胜诉的。但唯一不好办的是楠楠，虽然她是私生子，还是有林明达的财产继承权，所以能协商调解是最好，也是风险最小的办法。和律师告别，我准备把沈温茂送到酒店，却发现他面色更加潮红，明显有些不正常。伸手触碰他的额头，温度高得吓人。我刚想开车把他送到医院，沈温茂开口：“没事，我包里有退烧药，吃一粒就好了。”我把他带回新家，额头敷毛巾，手心擦酒精，直到后半夜才退烧。知道他已经没事儿，我松了口气。刚想离开，沈温茂拉住我，我回头却看到沈温茂还闭着眼睛，在梦中一语道：“曼曼，别离开我。”我心头一震，慢慢将他的手掰开。于平闹了一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转头就在公司闹了起来，抱着孩子坐在天台，还叫来了媒体记者，威胁我把公司和房子都交给他。真是个疯子。我虽然恨他，却觉得孩子实在是无辜，跟着这样一个母亲真是受罪。我把律师告诉我的情况跟他复述了一遍，并表示我知道你请律师已经花了所有积蓄，现在连生活费都堪忧，这场官司打起来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况且你还不一定会胜诉，但只要你乖乖签署放弃遗产的协议，我会考虑资助孩子直到大学毕业。于平显然是不太满意，楠楠在他怀里吓得哇哇叫，我于心不忍。你有什么话下来好好说，别吓到孩子。于平看了看身后的深渊，恶狠狠地盯着我，你把我们逼到这种程度，还假惺惺地说什么孩子，对着记者们的长枪长炮。于平控诉我的罪行，他太狠心了，把我们母子俩逼到绝境。房子没有我们的份儿，公司也没有我们的一根针，什么存款就更不用说了，全都攥在自己手里。我知道自己道德败坏，可孩子是无辜的呀。我的楠楠才3岁就没有了爸爸，现在连以后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了呀。记者们面带事不关己的轻笑，并不在意于平的情绪，一味的抓拍，给自己积累素材。陆松将记者媒体往外赶，其他几个同事也劝说于平母子赶紧下来。没想到于平情绪更加激动，像个疯婆子一样张牙舞爪。我无奈地叹气，林明达死了也不安生，还给我安排这么个奇葩对手。婆婆和小姑子也知道了情况，匆匆赶过来，看到林家的独苗处于危险中，婆婆哭喊着让于平放下孩子。小姑子瞪了我一眼，上前劝说于平把孩子给他，想让我放下孩子也可以，你们让他给我钱，我要500万。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然而婆婆和小姑子更不要脸，张口就是道德绑架。裴曼，你有公司在手，再挣500万不是难事，你就答应了于平，给他500万吧。我被气笑，不就是道德绑架吗？谁不会呀？妈，明慧，你们是不了解公司的情况，500万我根本拿不出来，这个孩子跟我没关系，倒是你们俩的亲孙子和亲外甥，要不这钱你们出吧。俩人开始哭穷，我又悠悠开口，我手里本来是有点钱，但本来是打算留给你们的，既然如此，你们看这钱。果然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就没办法站着说话不腰疼。两人齐齐变了脸色，对我温和了许多。
嫂子，他的事儿以后再说。你打算给我们多少钱啊？我盯着于平，你们还是先把他弄下来吧。两人连拽带拖的将人弄下来，于平终于将孩子放开，可不知从哪儿掏出一个小刀，举刀跑过来。我躲闪不及，刀尖离我还有3寸的时候，对面的婆婆和身旁的同事都惊呼出声：“嫂子，老板小心！”陆松朝我跑过来，就在此时，一只手臂从我背后伸出来，扼住于平的手臂。是沈温茂，于平还要伸手来抓我，被沈温茂甩开，我也顺势倒在他怀里。沈温茂抱住我，稳住身形，这动作有些暧昧。于平从地上爬起来，裴曼，怪不得你和达哥10年夫妻，却可以这么绝情狠心呢。原来是因为你早就有奸夫了。你做这一切不是为了报复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奸夫。你给我闭嘴，诬陷我也就罢了，这个不知好歹的于平还胡乱攀扯。婆婆拉着楠楠的手：“于平，你别乱说，快回去吧。”楠楠都吓坏了，连婆婆和小姑子都不相信她说的话，因为他们知道我所有的精力都在欣欣身上，就算是为了欣欣，我也不会做出任何对家庭和睦不利的事情。怕于平再发疯，婆婆拉着楠楠不打算松手，几人准备离开。小姑子明慧走在最后，笑着问我：“嫂子，袁刚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这钱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我低头笑笑，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于平现在不是和妈住在一起吗？你帮我把人看住，最好能劝他放弃遗产，到时候我自会把该给你的都给你。黎明慧脸上露出有深意的表情，对着我比了个 OK 的手势。有了沈温茂5%的股权转让和2位股东夫人的支持，这场争夺公司的战争我算是彻底赢了。而后又在沈温茂的介绍下，公司接了几个单子，也算是暂时脱离危机。我的生活暂时有了喘息的时间。正好过几天，欣欣的学校有一场家庭运动会，我答应了欣欣会去参加。沈温茂说，既然是家庭运动会，他也想跟着去。我明白他的意思，但还是婉拒了。对于沈温茂，我总是觉得歉疚，他帮了我那么多，我却帮不到他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耽误他的幸福，也希望他可以早日找到对的那个人。公司的外患是沈温茂帮的忙，而公司的内忧则是陆松解决的。他作为公司的老员工，还是有些威望的。我和沈温茂在外谈客户的时候，陆松尽心尽力地帮我稳住公司员工。我请陆松吃了顿饭，饭桌上谈起以前他还是实习生的时候，我学历不高，那时候要不是您把我一手栽培起来，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混呢。我摇摇头。陆松虽然只是普通大学本科毕业，但他骨子里暗藏的那股冲劲儿和狠劲儿，才是他如今成为公司顶梁柱的关键。就算是没有我，他成长起来也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裴总，陆松吞吞吐吐，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哎，算了，裴总，我再敬你一杯。后来他几杯酒下肚，醉得不省人事，低着头嘟囔着什么喜欢，不要怪我，我没在意。正发愁怎么把他送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沈温茂从门外走进来，不知为何，我莫名有些心虚。沈温茂却一句话没说，抬着人就走。我跟上去想帮忙扶一下，被他拒绝。陆松被安置在沈温茂住的酒店，我给他留了微信，说明天不用上班。家庭运动会的这天，其他小朋友都是爸爸妈妈一起陪着。欣欣梳着双马尾，发上装饰着蝴蝶结，她扬起小脸，笑得很乖。妈妈和外婆都陪着我。
我真的很开心。欣欣毫不在意的样子，反倒让我觉得隐隐心痛。如果林明达没有死，至少欣欣还有爸爸，一项双人绑腿跑步的运动。别家的爸爸妈妈已经准备好了，我和欣欣外婆还笨手笨脚，固定不好，全场都在等着我们。就在这时，身后响起熟悉的声音：“曼曼，伯母，让我来吧。”阳光正好，将沈温茂的眸色染成浅棕，柔顺的碎发微微飘动，周围传来赞叹的声音：“欣欣爸爸好帅呀！”“是啊，好般配。”我本想解释，可看到欣欣站在终点处开心的身影，我最终没有开口。沈温茂将外婆扶到观众席，蹲在我身边没几下就将绳子固定好。哨声响起，大家尽力往终点奔去，有的默契十足，有的却闹了笑话，跌作一团。不过周围都是嬉笑的声音，我也被这种氛围感染，脚下一个没留神绊倒，幸好被沈温茂接住，他的怀中有淡淡松香。我的耳尖有些发烫，欣欣不能剧烈运动，所以之后的项目都没法参加，眼巴巴的样子实在可怜。沈温茂提出，天气这么好，不如我们向老师请假，带欣欣出去玩吧。欣欣十分赞同，小脑袋不自觉地歪向沈温茂，两个人幼稚地互动起来。我们一起去了动物园，欣欣坐在沈温茂的肩头，好奇地问：“长颈鹿的脖子那么长，它怎么躺下睡觉啊？”沈温茂拉着欣欣的小手，温柔解释道：“长颈鹿大部分时间是站着睡觉的，它会把脖子靠在树枝上，有时候也会趴在地上，把脖子弯向后足，然后把下巴垫在小腿上睡觉。”欣欣想象不出长颈鹿趴下睡觉的样子。沈温茂摇晃着身子逗弄，把欣欣吓得抓紧沈温茂的双手。我和欣欣外婆走在后面，忍不住被两人逗笑。欣欣外婆拉着我的手，悄声说：“阿茂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我还以为你们最后会结婚呢，没想到。”“妈妈，不说这个了，好，过去的事情都不提了，以后的事儿嘛，只希望你能遵循内心，只要你和欣欣过得好，我和你爸爸也就不担心了。”回家后，欣欣兴奋得睡不着觉，我给她讲睡前故事，试探地问道：“欣欣，你想不想让沈叔叔做你的爸爸？”欣欣的回答十分出乎我的意料，她抱着我的手说：“妈妈，爸爸在天上会不会忘了我？不管爸爸还记不记得我，我永远都会爱爸爸。所以，妈妈，你不要给我找爸爸了。我已经有一个天上的爸爸，妈妈要找的话，就给自己找一个像沈叔叔这样会让妈妈开心的老公。”然而，安生日子还没过几天，公司又出事了。林明达生前签下的一个项目出现了问题，已经做好的设计方案被泄露，甲方损失重大，要求公司按照合同的违约条款进行赔偿。与此同时，几个竞争对手纷纷挖墙脚，公司摇摇欲坠，濒临破产。与此同时，陆松也突然失踪。我用各种方式联系陆松，都没有下落。几天后，一封冰冷的辞职信躺在我的邮箱。几件事情堆在一起，明眼人都能猜出来个大概。可我真的没办法相信，自己曾经一手带出来的人竟然会背叛我。当我正在为公司的事情焦头烂额的时候，我在老家的闺蜜谭淼淼给我带来了一则重磅消息。她的老公是林明达的大学同学，谭淼淼家里也有人在监狱工作。上周她得知于平曾经有一个即将谈婚论嫁，却突然因为诈骗罪被捕入狱的前男友。这个前男友就在2天前出狱了。我有些不解，
她的前男友和我们之间的遗产纠纷有什么关系？可没想到，那个前男友不知怎么找到的于平，又是怎么拿到楠楠的头发。总之，前男友拿着一份亲子鉴定，找到谭淼淼的老公，也就是林明达的律师。那份亲子鉴定证明了楠楠和前男友之间的血缘关系。楠楠不是林明达的孩子，而那个前男友的目的就是找到我。他的胃口不小，一张口就是500万，倒是和于平挺般配。我没有立刻答应，而是请小姑子林明慧帮我做一件事。几天后，沈文茂陪着我找去婆婆家里找于平。看到我们来，他们很惊讶。我让婆婆把楠楠抱走，直接开门见山地说：“于平，楠楠真的是林明达的孩子吗？”于平果然慌了神，嘴巴微张，眼神飘忽不定。怎么不是？我托小姑子林明慧办的那件事，就是帮我拿到楠楠的头发、指甲和唾液。其实证明血缘的方法不止父子关系。我给楠楠和欣欣做了半同胞关系鉴定，鉴定证明他们俩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我把鉴定甩在桌上，还有一份公司的财务报表。现在你连最后的底牌都没有了。我实话告诉你，我被人背叛了，公司可能会背上几千万的债务。于平指尖微颤，咬住下唇，压低声音说：“这份鉴定只是证明楠楠和你的女儿没有血缘关系，并不能说明楠楠不是达哥的孩子。就算林明达现在死了，公公也去世了，可公公还有一个弟弟，也可以做血缘关系鉴定。于平，楠楠到底是谁的孩子？你知道？”于平不甘心地斥责：“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谈下了好几个项目吗？怎么连公司都管不好？”沈文茂发挥毒蛇属性，裴曼他已经尽力，要是当初公司交到你手上，不知道已经破产多少次了。于平被噎得说不出话。我无心再磨蹭，将现在的情况告诉于平。房子我已经做了公证，可以证明不属于我和林明达的夫妻共同出财产。公司和其余的存款加在一起是负债的情况。如果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林明达留下的遗产就是负债800万。根据遗产的法律规定，想要继承遗产，前提是要偿还被继承人的遗留债务，同时也可以选择放弃，相对的也就没有义务偿还债务。最后我只给了于平一条路：还债后坐牢。因为既然我知道这孩子不是林明达的种，那我只要在法院上提出用亲子鉴定来证明孩子与林明达关系就够了。而我也发觉到自己之前得知林明达有私生子的消息时冲昏头了。不管这孩子是不是林明达的种，我只要提高出这个要求就无敌了呀！我纠结个什么鬼？想明白这一点后，我冷笑着扔下他就走了。没想到3天后，于平约我见面了。他打电话约我去一家咖啡馆，一开口他就说道：“我明明什么都不如你，可你知道达哥当初为什么会找我吗？我对他们之间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于平不理会，我接着说：“那时候达哥压力很大，白天要忙公司的事情，晚上回去了，你的注意力全在女儿身上，他连个诉苦的人都没有。”于平喝了一口热可可，看向窗外。他一直就想有一个健康的孩子，但你不肯再生2胎。达哥知道我怀孕的时候特别开心，甚至连月份都没有太注意。裴曼，别觉得自己太委屈，达哥他也不容易。我久久沉默，却不是因为愧疚，脑海里呈现出林明达惺惺作态的样子，我就忍不住作呕。以前我也曾尝试和林明达进行交谈，
往往是他敷衍几句就不愿再继续。到了于平这里，就成了我忽视林明达，让林明达受了委屈。我讥诮道：“于平，你的同情心太泛滥了吧？他一个公司老总，有钱有地位，有老婆有孩子，轮不到你心疼他，他还想要孩子。凭他对欣欣的态度，真的再生一个，欣欣恐怕是会被林明达一家彻底忽略。那样的话，我宁愿离婚。”本以为于平会反驳，没想到他眼神平静地看着我，仿佛是在等待什么。与此同时，我感受到头脑昏沉，眼皮沉重，眼底一片黑暗。我最后看到的场景是于平诡异微笑，朝我伸出手。在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被人绑在一处废旧的烂尾房。烂尾楼位于一片荒地，远远望去看不到一个人影，天边暮色将至，整个楼层四面通风。我被绑在椅子上，微凉的晚风钻进衣领，掀起一层鸡皮疙瘩。身后传来鞋底摩擦灰时的声音，嘴巴被塞住，无法出声。我尽力回头，黑色外套、牛仔裤，那人戴着口罩，我却一眼就认出是谁，是于平的前男友任辉。他的眉骨处有道伤疤。裴曼，绑你来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份协议需要你签一下。任辉把一份协议亮出来，上面写着股权转让协议。我轻轻摆头，示意他把塞在我口中的布条拿走，活动活动发酸的脸颊。我尽量保持镇静，公司就要完蛋了，我就算是签了协议也没有用，你和于平拿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见我已经认出他的身份，他不慌不忙地把口罩摘下。别给我耍花招，我已经打听到你们公司已经和那个项目的甲方签订了另一份合约，不用赔偿违约款。我有些惊讶，这件事我找了爸爸帮忙，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可这件事只有接触项目的几个人知道，于平的前男友又是怎么知道的？顾不得探究原因，眼下之急是尽快脱身。欣欣外婆今天有事儿，沈温茂自告奋勇要接欣欣放学。我一直不回家，沈温茂应该很快就会发现我失踪的事情，只是从这里逃出去，还是要靠我自己。我尝试和他周旋，现在我人在你手上，当然是你怎么说我怎么做，但是你怎么保证我签了协议之后，你能毫发无损地放我离开？任辉挑眉看向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愿意妥协。之前这个任辉不顾于平的情况，带着亲子鉴定找到律师和我，说明他对于平感情不深。于平把我骗过来，他负责威胁我签协议，两人只是暂时合作的关系。其实啊，我觉得你很可怜。任辉轻笑，挑眉说道：“现在被绑架的人是你，我可怜什么？”我摇摇头。于平躲在背后，利用你来对付我。如果一旦发生意外，你就得接着坐牢。可于平呢？他可以说是被你胁迫，然后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任辉的目光透过我看向我身后，左手插兜，目光沉沉。别听他胡说。于平终于露面，步伐凌乱地走过来。他说的的确有些道理。于平，你得给我点保障。任辉捏着股权转让协议，盯着于平。于平眼神有些慌张，最终看向我。不如我们把他彻底解决掉。这样的话，林明达的所有财产我都可以继承。任辉震怒，一把推倒于平。你他妈还嫌害老子不够？当初要不是为了凑彩礼娶你，我怎么会进去？老子刚进去还不到1个月，你就和她老公勾搭上了，要不然我直接把你们都解决掉，省得麻烦。两人争吵声越来越大，我抬头朝窗外看去，竟然看到小姑子林明慧的身影。
他们显然也听到了声音，朝这边张望。我心中暗喜，尽量不表现出异样。然而于平不经意间瞥向窗外，应该是看到了楼下的人。快蹲下！于平拉着她前男友，食指摆在嘴唇上，做出噤声的手势。小姑子并没有离开，朝着这栋楼走来。任辉率先反应过来，用布条重新塞住我的嘴，示意于平两人一起将我转移走。两人正拖着我往外走，突然一阵警车铃声，如同利刃，撕裂每个人的心理防线。任辉语气慌张：“林明慧报警了。”警车慢慢靠近，我隐约间听到了沈温茂的声音，有警察拿着喇叭喊：“你们已经被包围，快放了人质！”两人立即变得焦躁不安。任辉抽出裤腰上藏的匕首，我惊恐地摇头。然而任辉已经举起刀子，于平也吓到了，压低声音：“你要干什么？你还真的要杀他呀？”我害怕地偏过头，没有想象中的疼痛，身上的绳索松开。“你走吧，这件事情不要牵扯到于平和孩子，告诉警察都是我做的，是于平趁我不注意把你放走。”我有点诧异，腿软得站不住，警惕地沿着墙边挪出去，一看到楼梯就不回头地往外跑。“慢慢！”沈温茂站在几个警察身边，看到我跑出来，朝我奔过来，一头栽进沈温茂怀里。我彻底没了力气，大口喘着气。警察还没来得及问话，楼上窗口出现两个身影，是任辉挟持着于平。“放我走，不然我就杀了他！”于平的脸惨白，轻捏着任辉的袖子，尽量远离匕首。沈温茂将我抱起来，小姑子也走过来：“嫂子，你没事吧？”我看到于平这几天鬼鬼祟祟的，今天就跟出来看看，没想到你们竟然被绑架了。两个警察上去和任辉谈判。与此同时，几辆警车和救护车慢慢驶近，最终于平侥幸逃脱。任辉刚出狱不到1个月的时间，又因为绑架勒索罪判了刑。林家人都知道了，楠楠不是林明达的孩子。我反手起诉了于平，以诈骗罪犯律所罪绑架罪，下半辈子他就好好在牢里踩缝纫机吧。而他的那个儿子被信任的带走了，失踪的陆松终于出现，我这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原来他真的是那个把项目方案泄露出去的那个人。我找到他的时候，他住在一个简陋潮湿的屋子里。我十分不解，这些年你赚的钱也不少，再加上你卖方案的钱，不至于住在这里吧？陆松把我带到附近的一个医院，透过玻璃，我看到医院病房中躺着一个孱弱的小女孩，她是我的妹妹，刚刚做了心脏移植手术，可我已经快要交不起她的药费了。陆松无力地垂下手，他的声音带着哭腔：“裴总，我知道我犯错了，可是能不能再等等？只要我妹妹好起来，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小女孩睫毛轻颤，睁开了眼睛，看到陆松时虚弱的微笑：“回公司吧。”“什么？”陆松不可置信地抬头。陆松给公司带来了巨大损失，就算是我报警把他抓起来也是应该的。可当看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我想到了欣欣。如果躺在这里的是欣欣，我想我也会用尽所有办法抓住那一线生机。我会预支你的工资来支付你妹妹的医疗费，之前公司损失的你都要帮公司再赚回来，能做到吗？陆松抿着嘴，眼眶有些红，郑重地开口：“裴总，我不会让您再失望了。”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公司重回正轨，渐渐好转起来。遗产的事情告一段落，我给了婆婆和小姑子每人一笔钱，足够他们生活无忧。而我让小姑子离婚，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工作，
省得被渣男牵绊一辈子，算是对得起林明达有余了。沈温茂搬进了我的小区，还养了一只拉布拉多，小家伙很会讨人喜欢。我也只好风雨无阻的每天晚上陪着欣欣遛狗，顺便和某人一起散步。忘了是哪天晚上来着，沈温茂牵起我的手，手指被什么冰凉凉的东西套上，低头一看，原来是枚钻戒。慢慢，余生让我来照顾你和欣欣，戒指都套上了，还能怎么办？只能是答应喽。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